当年的英镑是怎么崩的？当年的亚洲金融海啸是怎么爆发的？索罗斯弄的，对吧？而现在他最得力的门生，当年有份参与跟主导过这两次危机的贝森特，就成为了美国政府财政部的部长，并且现在还在用美国国库的钱，跟当年一样做空了一个货币。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算现在的韩国股灾已经有人跳楼了，就算日元崩盘已经有人上街砍人了，但这些都只会是开胃菜，因为这场金融屠杀才刚刚的开始。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如果你去看这张图，美国最大的债主好像是蓝色线的日本，对吧？拿着1万多亿的美债。但如果你去把欧洲的国家都加起来的话，他们手上拿着的美债其实有 3.6 万亿美元，是日本的3倍。如果你去把欧洲所有的美元资产都算进去，欧洲人手上拿着的是8万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最大的债主呢，根本就不是日本，而是欧洲啊。然后如果你去看这张图，全世界 GDP 最强的、区域最大的，第一是不是美国？第二是不是中国呢？所以中国经常被说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对手，对吧？但如果你去把欧洲国家的区域都圈起来之后，你又会发现欧洲的 GDP 其实比中国还要多，中国只有19万亿美元，欧盟呢却有21万亿美元。还有很多人会说人民币会取代美元，但如果你去看全世界国家手上拿着的货币，大部分国家手上拿着的都还是蓝色的美元，而粉红色的人民币呢，只是占了很少数。真正排在第二的是橙色的欧元。也就是说，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面真正最大的威胁对手呢，其实是欧盟跟欧元。还有很多人会觉得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雷曼兄弟倒闭了，是美国华尔街弄出来的，对吧？但你又会发现，当时参与到这一次危机里面最大的3家银行呢，第一家叫做苏格兰皇家银行，是英国的；第二家呢叫做德意志银行，是德国的；第三家叫做巴黎银行，是法国的。就是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一家美国的银行都没有啊，他们都是欧洲地方的银行。也就是说，08年金融危机虽然引爆是在美国，但炸弹其实很多都堆在欧洲。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对啊，明明欧洲呢它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是20多个国家组成的，你呢却把它拿去跟中国比，跟日本比，就好像你把30个学生的成绩加了起来，然后呢你去跟第一名的去比，那这不太公平吧？确实啊，名义上呢他们是20多个国家，各有各自的语言、文字、文化。但问题就来了，美国跟欧洲去打交道的时候，他是跟谁去谈的呢？难道他是先跟德国谈完之后，然后再会去跟法国、意大利去谈的吗？不是嘛，美国他是直接跟欧盟去谈的，因为欧盟呢有统一的货币叫欧元，有统一的央行叫做欧洲央行，有统一的关税、统一的市场规则、统一的反垄断法。就好像美国里面虽然有很多的州，他们都有各自的财政，自己去收税，自己去发债，但因为他们的货币、央行还有贸易的规则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德州它是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把德州、加州，把美国这50个州加起来呢，他们就是一个经济体。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是国家跟国家去比较的。也因为这样，美国最大的对手呢，当然就不是欧盟了，因为欧盟它不是一个国家嘛。但无论是 IMF、世界银行或者是国际清算银行，他们都会把欧盟里面的国家加起来，当作是一个可以跟美国、跟中国去比较的经济体。所以你会发现，全世界真的想要赚钱的投资人，他们每天盯着的不仅是美联储它做了什么，更多的是欧洲央行会怎么去做。因为全世界的钱不是跑去美国呢，就是跑去欧洲了。如果欧洲的经济变好了，钱就会从美国跑到欧洲；如果欧洲的经济变差了，钱就会从欧洲跑到美国。全世界资产是涨是跌呢，其实就是欧洲央行跟美联储这2个最大的资金池说了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欧美呢？就是因为当年美国取代了欧洲称王了之后呢，很多在欧洲囤了无数钱的财阀，还有老钱的家族都跑了过去美国，一转身成为了现在的美国资本。因为资本家呢是没有国籍的，他们只有利益的。这句话能不能听懂呢？
就是大部分听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啊，欧洲跟美国的资本本来就是一家的嘛，他们不会是对手啊。而如果你能够听懂呢，资本家其实就只有一个国籍，就是利益。所以问题就来了，美国的资本家这几年烧了无数钱去搞 AI， 那这些砸了进去的钱要怎么才能够赚回来呢？就是 AI 最后其实到底是要卖给谁的呢？哪一个市场足够大能够买得起呢？中国吗？你会发现中国也在搞 AI 啊，甚至美国自己都说中国的 AI 都快要追上自己了嘛，所以美国就直接禁止了卖晶片给中国。那全世界还有谁能买得起呢？就是欧洲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真正掐着美国 AI 脖子的，不是垄断了 HBM 技术的韩国，也不是垄断 AI 原材料跟设备的日本，更不是做晶片的台积电，而是最后参与买单付钱的欧洲啊。各位，如果欧洲它跟中国一样能够搞出自己的 AI， 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欧洲不再需要跟美国去买晶片、买云端、买模型、买软体，美国的 AI 公司就会少了一个每年贡献2640亿欧元的金主了。而 AI 呢，已经烧了这么多钱，但最后卖不出去，钱赚不回来，那么前面的技术、材料、晶片、模型都只是消化而已。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美国政府亲自出手做空的不是人民币，也不是日元、韩元，而是欧元啊。为什么呢？各位，2008年金融危机很惨，对吧？你看蓝色的这个区域，美股科技大盘呢都暴跌了50%多了，你100万没了50万了。但是你会发现，09年之后的美股不但重新的涨了回来，而且一路呢是长期上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09年到10年，欧洲直接爆发了欧债危机，直接把欧元给打爆了，全世界资金呢只能逃向美元资产。什么意思呢？时隔这么多年，连美国政府都已经亲自出手了，而你如果还觉得跟自己无关啊，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一次财富的大转移、大暴涨的赚钱机会就又跟你无关了。如果你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跨越阶层的话，你第一件事要投资的不是股票，不是房子，而是你的脑袋。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就可以跟我们的思想连接起来。而如果你想让这部影片成为你的个人资产，你可以去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你就可以无限随时的找回来去看了。那么重点就来了，既然欧洲的 GDP 比中国还要高，那欧洲有什么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呢？有 Shopify 做音乐的，有 Skype 做通讯的，很厉害，对吧？那么 AI 公司呢？据说这个 Siri 的语音辨识呢，欧洲人当初是有参与研发的，但 Siri 是谁的呢？就是苹果公司啊，也就是美国的嘛。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就是你会发现欧洲这么有钱，但竟然连一家能喊得出来的 AI 公司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欧洲人不玩 AI 吗？但你又会发现啊，其实 46.7% 的欧盟企业已经在用云端了，接近 20% 呢已经布局了 AI 了。所以其实欧洲对 AI 呢是有需求的，而且需求还不低啊，他们是有在搞 AI 的。但欧洲排名前5的云端服务商呢，全部都是美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全世界的半导体市场，欧洲只占了 9%。也就是说，欧洲就算想要去搞 AI， 但他们连自己 AI 需要的晶片都做不出来啊。他们的晶片大部分都是要靠进口买回来的。而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在谁的手上呢？就是 NVIDIA， 美国的。这就好像你肚子饿了，但你不会煮饭，所以你就只能去餐厅吃饭。而你去餐厅吃饭呢，你就要付钱，然后让餐厅的老板赚你的钱。欧洲的肚子越饿，对 AI 的需求越高，就要跑去美国的餐厅多吃几顿，然后美国呢就越赚钱。欧洲每花1块钱在 AI 上面，这1块钱呢就会被美国的公司收走1成。买晶片呢，NVIDIA 收1次，租云端呢，亚马逊跟微软收1次，用模型呢 ，OpenAI 收1次，订阅软件呢，微软跟 Google 再收1次，一笔钱过1成呢就会被抽1次。所以只要让欧洲的 AI 普及的越快，美国公司在每一层收的钱就越多，这就叫过路费。就你开车经过一个收费站，你就要付一笔钱嘛，而这些收费站全部都是美国人开了。欧洲只是付给美国云端的钱1年就花了2640亿欧元，
这比无数国家的军费都要高几倍啊。然后你又会发现，欧洲人呢，他很喜欢去买美国公司的债券了，又安全又能躺着赚利息，对吧？所以2025年呢，Google 就跟欧洲人借了130亿欧元。2026年呢，亚马逊也跟欧洲人借了145亿欧元，创下了纪录。那这些钱借了回来之后，他们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盖 AI 的数据中心，去买晶片，还有训练模型嘛。也就是说，欧洲人把钱借给了美国，帮美国盖了 AI 工厂。工厂盖好了之后呢，欧洲的企业想要用的时候，再付钱给美国公司。也就是说，这就好像我帮你去盖房子，盖好了之后，你再付我租金住进来。房子是你出钱盖的，但你住的时候你就要付钱，我什么都不用做，房子是我的，租金也是我的。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欧盟为什么不自己去搞 AI 呢？问得非常好。所以欧盟在今年就宣布了，他们要砸100亿欧元去盖7座超级 AI 工厂，每座工厂呢就配备至少10万颗最先进的 AI 晶片，很厉害对吧？结果你仔细的去看，欧盟已经跟 NVIDIA、AMD 还有高通签了意向书。就这工厂盖好了之后呢，用的还是美国的晶片。欧洲搞 AI 的人呢，他自己也说，就算这个工厂弄了出来，但里面 AI 的算力呢，很可能还是会被美国的科技巨头打包带走的，因为欧洲新创的 AI 公司根本就抢不过美国的科技巨头。那这就像你出钱盖了一栋房子，盖好了之后，邻居搬了进去住。所以你发现了吗？欧洲呢，在 AI 这条链上面，从头到尾呢，就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付钱的人。欧洲提供的是用户、数据、土地、电力，还有最重要的钱啊。而美国手上拿着的是晶片、云端、模型、技术，还有最后的利润。而这个逻辑呢，不止在国跟国之间发生，在你我身上也在发生啊。就你每个月赚的钱，有多少是被通胀抽走的呢？有多少是被你什么都不做，然后被商家抽走了呢？有多少是被错误的投资决策抽走了呢？这些都是你在付的过路费，而你付给谁呢？付给那些看得懂棋局，并且知道该怎么行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打造了一个投资改命培训营，不是为了去教你去买哪一只股票，不是为了去给你名牌，而是为了让你从知道变成做到。这堂课会告诉你3件事：第一，怎么去判断现在这个市场，你到底该进场还是观望？你不是去猜，你是在用一套系统去判断。第二，怎么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不是害怕，而是知道该怎么做。你不是在恐慌，你是在执行一套计划。而第三，怎么让自己从被收割的人变成站对边的人？你不是去赌运气，你是在用逻辑去赚钱。这个培训营哦，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完全不会收你1分钱。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看、先听、先感受。如果你觉得有用，你赚到的将会是一套可以让你用一辈子的思维方式。而如果你觉得没用，你关掉就 OK 了。也就是你最大的损失呢，只是一点时间。而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在下面描述上的第1条连接。而预告一下，我们以后所有的课程都将会收费，并且我的内容已经制作好了。也就是说，这个免费的培训营，再过最多1个多礼拜，你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欧洲它有了自己的 AI， 它就不会需要再跟美国买晶片、买云端、买模型、买软体。那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少了一个最大的金主了。这个呢，就是动机。它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欧洲永远不会自己煮饭，永远只能来餐厅吃饭。那怎么去确保呢？你不能禁止人家搞 AI 吧？很简单，如果欧洲每一天都在处理危机，能源不够了，债务快爆了，银行要倒了，老百姓上街抗议了，那他还有力气去搞 AI 吗？各位，希腊欠了多少钱呢？ GDP 的 146%。意大利欠了多少钱呢？ 137%。法国欠了多少钱呢？ 117%。那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是意大利人，你工作了1整年，你赚了100块，但你的国家呢却已经欠了137块。这些欠了这么多钱的国家呢，只要利率稍微涨一点，那利息呢就会把他们压死的。而希腊、意大利、法国的利息是谁去决定的呢？不是他们自己决定了，而是欧洲央行决定了。这个呢就是欧元设计的一个缺陷，就是在欧洲里面呢，有的国家经济会好一点，有的国家经济会差一点，有的国家负债会比较多，有的国家呢负债就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利率就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当有的欧洲国家经济太好，但是欧洲央行还去降息的时候呢，这些好经济的国家通胀就可能会爆炸。而当有的欧洲国家债务太多的时候，欧洲央行还去把利息提升了，那么这些债务太高的国家就可能还不起钱，然后破产了。那么欧洲的央行到底是怎么去决定要升息还是降息的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看通胀，也就是说，只要把欧洲的通胀提高了，那么欧洲的央行就不得不提升利率，然后这些高负债的欧洲国家就可能会爆炸。那怎么才可以拉爆欧洲的物价呢？很简单啊，欧洲还有脱离了欧盟的英国，他们的能源几乎全靠进口了，那些天然气啊、石油啊、煤啊，全部都要在外面买回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让这些能源的价格暴涨，让这些东西变得更贵，那么欧洲的物价就会涨上去。欧洲本来呢是一直可以买得到俄罗斯便宜的能源哦，但是一个俄乌战争，运天然气的管道都被炸了，整个欧洲冬天呢就有无数人连暖气都开不起。然后呢，美伊战争更让天然气的价格从25欧元飙到60欧元以上，欧洲就买不到石油了，然后就只能买美国更贵的石油。所以美国直接成为了欧盟最大的石油还有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国。而现在呢，美国政府就说嘛，为了救日元的汇率，所以就把自己手上大部分的欧元都给卖了。而且美国是在交易完成了之后呢，才通知欧洲央行的，就他去救日元，但卖的不是自己的美元，而是卖人家的欧元，这不就是做空吗？你会发现今年的欧元对美元呢已经开始贬值了，欧洲人进口买的东西呢就会更贵了。欧洲和英国现在的经济为什么这么差呢？就英国几年都已经换了无数个首相，就是因为他们就搞不定通胀的问题嘛，东西越来越贵，做生意的成本也越来越贵，但是你的对手卖的东西呢却越来越便宜，那你怎么搞呢？所以现在很多欧洲车都赚不到什么钱，经济就差了嘛。而你经济这么差，那全世界投资人就不敢借钱给你了，所以很多欧洲国家的国债也没有人去买了，他们借钱的利息呢也越来越高了。意大利、法国、希腊欠了这么多钱，但借的钱还要4%左右的利息。当一个国家借钱的利息超过4%，而它的经济增长呢不到1%的时候，就代表它借的钱其实永远都还不完，永远只是替银行去打工。如果欧洲的央行这时候还把利息提高去压通胀呢，欧洲央行每升息一次，这些国家利息呢就要多付一截。而就算那些原本经济很好的国家，比如说德国，但他们现在的车都已经没那么赚钱了，如果还把他们借钱做生意的成本提高呢，那就更难赚到钱了。而如果有一天市场突然不相信意大利能还钱了，意大利的国债被疯狂抛售了，利率呢就会飙到6%、7%、8%，意大利的政府就会宣布他还不起钱了。那么欧洲央行呢就只剩下2个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不救意大利，它就会违约，欧元就会直接解体。如果要救呢，就要从那些比较有钱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拿他们纳税人的钱去填意大利的坑。那德国人会同意吗？这样呢就会引发撕裂。那么当欧洲乱了，他还有力气去搞 AI 吗？不仅如此，全世界的钱就会逃向哪里呢？就美元嘛，因为美元就是全球的避险资产。欧洲越乱，资金越是往美国跑。钱跑来了美国，一部分就会买美债，一部分就会买美股，就会直接撑住美元资产的价格。这些呢都不是我瞎说的，09年就已经确确实实发生过了，叫做欧债危机。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股之所以快速的反弹，除了是因为美联储印钱去买，更重要的是09年12月的时候，希腊突然宣布他们政府花的钱比赚的钱还要高很多，他欠的债根本还不起，然后市场就开始恐慌了，大家才会发现啊，原来希腊不是唯一一个，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全部都在悬崖的边缘。然后呢，欧元就开始暴跌，全世界的投资人就开始疯狂逃离欧洲，大规模的涌进美国。这些钱没地方去了，就一部分买美债，一部分买美股。结果美股不但没有继续的跌，反而还开始暴涨。然后2010年，欧盟宣布要花1万亿美元去救市，结果美股一天就暴涨了接近4%。也就是说，每一次欧洲危机越惨，
资金就越喜欢逃去美国。那么美国资本家当年是怎么设计这个欧债危机的呢？可以去看我这部影片，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今天2026年在发生的事，方法可能是不一样了，但同样的剧本，同样的结果，却一样的在重演。今年的6月，欧洲央行呢已经升息了一次了，市场预期9月可能又会再升息一次。如果能源危机还解决不了，欧洲还去升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可能再一次见证欧债危机的 2.0 了。到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假装看不到，继续的错过跟当年一样的机会，又或者你可以在这次机会上面赚到比平时更快更多的钱。你会怎么选呢？下一个被追击的又会是谁呢？谁身上又有美国想要的东西？谁又掐住美国的命脉？谁又让美国资本家睡不着觉呢？你觉得呢？欢迎留言跟我疯狂的、理性的、有证据的去讨论。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跟福利下架之前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